大家好，今天我要介绍这个国家呢很有意思啊，但是呢也可能会被认为一个笑话。它的名字是叫利伯兰，在英文的资料里面还是挺多的，但是在中文资料里面呢，这个国家的名称呢好像没有被听说过啊。因为这世界上呢，说实话有很多个国家啊，其实呢它是没有被世界上全部的联合国大部分成员国认可啊。比如说有些国家的话，就在这个独联体以前的那些独立出来的国家啊，尤其在东欧的边境上啊。那么这个国家的名称呢，我今天要说的这个是呢，它叫利伯兰啊，全称是叫利伯兰自由共和国。那么它的捷克语的名称呢叫 Liberland 啊，它其实它的意义就是在自由土地的意思。它这个国家呢是由一个捷克政治人物啊，叫名字的话我就不说了，在2015年的时候创立的。那个创立一个国家呢，首先的话，你要在这个地球上啊，有一片土地是没有人认领的土地，那你是可以建国的啊。这个是被联合国给承认的啊。但世界上的话，除了南极洲以外的话啊，大部分土地的话啊，应该说全部土地吧，基本上都已经被认领了啊。所以说你就根本就没办法去建国，对吧？那么这个国家怎么来的呢？它首先的话是本身塞尔维亚跟克罗地亚它之间是有边界争议的。那么这个边界争议呢，他们主要的目标呢是在别的两个大岛上啊，这个小岛呢它没有就是没有产生什么争议啊，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它至今仍未被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啊或者其他国家承认其属土啊，但是可能的情况下呢，克罗地亚啊他可能想争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有些人想去旅游啊，是克罗地亚会阻拦的。那么现在不是有个新闻嘛，就是克罗地亚不是要加入申根区了嘛啊，加入欧盟了嘛。那么这样的话，欧盟的话它有个条件，就是说你不能有这个边界争议啊。那么会不会产生这个克罗地亚放弃这个领土，对吧？本身的话，这个塞尔维亚对这个事情呢，他是没有任何的不同意啊，或者说反对啊。那么克罗地亚方面的话，那他的意见的话就是说，他没有声称他是领土啊，但是呢，他呢不让你去前往这个地方，可能呢他表态的比较模糊。这个国家呢，它是在一片小岛上啊，它这个上面的话是没有人居住的啊，都是一片被森林覆盖的地方。面积的话大概有7平方公里啊，那么香港的话是有1000平方公里，你大概可以预想到啊，这么多么大的地方，其实是很小的地方。但是呢，他们在一些影片呢宣传上的话，他说要建立一个很自由的城市啊，主要呢货币的话都是用这种加密货币，对吧？那所以说呢，这种呢可能兴起一片浪潮啊，甚至的话，他在发行这个电子居民啊签证啊，电子居民的这个公民卡啊这。我现在所打开的网址呢是利伯兰的国家的官网啊，然后呢，我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比如说它这边有个介绍，那么它这边说了，这个共和国啊，这个自由共和国，是处于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啊，7平方的土地，那么有一个名称叫，之前有个名称叫上西加吧，可能叫啊。那么这些的话就是说，官方语言的话，是个英语啊，跟捷克语啊，还有什么总统啊都有啊，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下面的话，它还有介绍啊，甚至它还有 PDF 的文档。而且呢，有很多人啊，他这边还有活动啊，比如说你看这很多活动啊，因为他在捷克是有办公室的。那么这个公民身份的话，可以在这里直接购买啊，他这边有申请啊，他没有在主页官网上说，这个要花钱啊，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怎么去注册啊，比如说那个申请一下，这个是公民的申请啊，我们点注册。好了，到达这个页面啊，它需要填写一些个人资料。首先的话，你要申请一个电子的居民证啊。这个居民证的话，说实话，它其实本身的话有点类似于爱沙尼亚那个。这个电子居民卡呢，它并不意味着你就在这个地方有永久居留权，但是呢，在利伯兰好像是可以永久居留权的啊。那么不管这个国家是个玩笑呢，还是怎么样的话，我们可以测试一下。比如说这边填写这种个人信息嘛。你的名字、性别、生日啊，出生的国家，交流的语言啊，这边最好选择这个只有两个啊，捷克语跟英语，这个公民的户籍啊，就是国籍啊，那么前面的就是之前的国家国籍啊，然后你要写进去啊，
然后别的名字啊，职业啊，年收入啊，最近1年年收入。这边的话是居民地址啊，就是你现在居住什么地方啊，输进去。因为这个的话你要仔细填写啊，为什么呢？如果说你要买那个卡的话，他会给你寄过来啊。买这些卡的人大部分都是做这种电子货币的啊。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你之前有没有犯罪过，或者被起诉状态啊，然后你填写啊。然后这边的话，一些成员啊，这个啊，有没有什么东西啊，你可以看一下啊。那这边很多啊，然后仔细填写，他还问你有没有愿意投资这个钱到这个利伯兰这个国家啊。但是呢，不投的话，他说实话也有权限可以购买他们的国籍或者说电子居民卡啊。然后呢，这边都有啊这种政治熟人啊，你看这边还有政治熟人啊。如果说你有政治熟人的话，估计说不定不用花钱啊，因为他们也在寻求在这个地球上啊。寻求这个联合国会员国的承认啊，也有些人他们说，这个护照好像是说可以免签哥伦比亚啊，但是我去查了一下啊，哥伦比亚说实话，没有这个政策啊，你拿这个护照估计不能用，估计啊，下面的话都是一些很简单的东西啊，比如说愿不愿意投资啊，要么有没有简历啊，比如说你分享一个什么 LinkedIn 的简历啊，这个社交媒体账户啊。那么他这边有个问你啊，动机是什么啊？动机的话，你想什么？开展一个公司在利伯兰，你想投资在利伯兰啊？然后呢，你想获得一个投票权利啊？我看了这个国家介绍呢，它是这样子的，就是好像你贡献的越多，你的投票权越多，好像这个就有点像类似于公司的股权一样啊，对吧？那么公司的如果说你股份越大的话，你投票权就越大嘛。那么这个的话就是说，这个我是一个独立的、支持自由的这个人啊，个体啊，我喜欢这个利伯兰这个 idea 啊，这个创意，对吧？或者说其他，然后你输进去啊，输进去点完成啊，点完成的话，到这一步啊，这一步的话就是让你付钱了啊，这边注册好了，然后要付钱，付钱的话这边是要必须先购买这个电子的居民卡啊。好了，到达这个页面啊，我们可以看一下啊，这个是标准卡啊，它这个标准卡，首先呢，它这个网页做的还挺不错的啊。这个标准卡的话，你看这个标准卡啊，这个头像你可以上传，但是的话上传的话，之前好像是有头像的啊，现在的话它都换成二维码了，你看见没有啊？然后呢，这边的话是$150啊，它这个肯定寄过来的啊。然后呢，这个是金卡啊，金卡的话应该是一样的功能啊。那么接下来的话是一个公民卡啊，它其实这边画的不对啊，其实它是有护照的啊，它现在就那个护照我看过了啊，就完完全全跟这种国家发的护照是一模一样的，有个人信息页面的啊。比如说我随便点一个啊，点继续啊，那这一步的话，它就是输入这个本身的话，输入这个地址的话，它就给你邮寄过来，对吧？当然，你也可以别的方式获取啊，比如说在捷克这个地方啊，你可以获取啊，那么都有啊，这个还有活动，对吧？那么我点击下一步啊，它这边让我付款了，对吧？付款的话，它这边的话可以有很多加密货币选择，对吧？PayPal 都可以。你看，如果说这个生意的话，那真要能做成的话，它这个钱啊，真的很好赚啊。一本这种卡啊，这种护照啊，那个$150起步嘛，对吧？那么$100的话，一本的话，那真的很值钱，很值钱啊。它这个，而且它这个好像吸引了有1万多个人了已经。那么$100的话，算的话，还有一些捐款者，对吧？那这样的话，$100，1万个人的话，得$1亿了，对吧？本身呢，我是不太关注这些比较搞笑的事情啊。这个东西可能在我以前的话会觉得是个笑话啊，但是呢，我现在认为呢。这个有点潜力，为什么呢？克罗地亚现在加入这个申根区了，那么所以说呢，它的边界争议问题要解决掉，那么这样会产生这个国家呢，真的还有可能会被它建国成立啊。如果建国成立的话，那这个买的话，虽然说7平方公里，但是呢，也是一个自由之地嘛。那这个的话还很难说啊，但是大家的话，现在的话还是可以观望一下。好了，这次分。